我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BS 趙少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林秉祐議員、陳思瑄議員、柯志恩委員、陳偉杰議員、江宜楨發言人。好 ，Fox News 福斯新聞是訪問川普了啊，一個女記者，川普跟他講說，對伊朗戰爭結束了。哦，換句話說，要開戰也是你，說結束也是你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結束啊？就是一講以後呢，美股昨天大漲哦，帶動台股也大漲哦。川普呢說不打算延長美伊停火哦，說戰事已經非常接近尾聲了，接下來2天就有驚人的發展。他跟記者講，你們不應該離開巴基斯坦，你們應該留在那個地方哦。過去呢，我看CNN記者說，從日落我們就守在那裡，一夜守在那裡，日出守在那裡，快要到日落，因為21個小時嘛，最後什麼結果也沒有。川普說：“你們錯了，繼續守那裡，這2天就有驚人的發展了。”哦，川普實在是很逗哦。那另外呢，伊朗的這個，我們看他的這個衛星照哈，說呢，他趁着這停火這1個多禮拜、2個禮拜呢，預備第2次再打擊，搶修啊。所以美軍的情報說，伊朗還有半數的飛彈發射車是完好的。因為川普天天說被我們炸光光了，飛彈也炸光了，無人機也炸光了，發射基地也炸光了。情報說還有1半沒炸，它傷很多嘛，它躲在哪個地方，所以你很難了哈，很難全部把它毀掉了哈。那另外呢，30多年來以色列跟黎巴嫩第一次舉行高层會談，但是呢，以色列拒絕承諾停火，黎巴嫩在真主長呢拒絕繳械，所以那談什麼呢？談半天沒有結果嘛啊。那另外呢，美國封鎖伊朗港口，6個伊朗船被遣返，要出港被他們趕回去了。那另外呢，20個商船順利通行，就是不是伊朗商船順利通行。反正伊朗控制了荷姆茲海峽，那外面美國就控制外面，所以你伊朗出来就不行，回去就這樣子啊，双重封鎖啊。不過至少5艘郵輪闖過荷姆茲海峽，真的冒了生命的危險啊。那另外呢，36小時就宣布美國到現在封鎖了36小時，重擊伊朗90%的經濟，伊朗經濟會受到很嚴重的影響哈。那另外呢，這樣雙重封鎖，美國有15艘軍艦，伊朗說你再搞，我現在不只是荷姆茲海峽，不只是這個波斯灣或阿曼灣，所有的設施我都可能打你，包括紅海啊，包括這個其他的地方我都打，只要我能打我都打，哦，有一點叫你毀滅我，我毀滅你了哈。那 IMF 說這樣搞下去哈。這樣搞下去，經濟成長率會減少，通貨膨脹會增加。那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後，最苦的就是窮人。你今天對郭台銘物價漲一點，對他有什麼影響？沒有，他光股利紅海股利1年超過100億啊，漲一點，窮人就很慘啦。所以對一個政府來講，怎麼樣讓物價不要急速的上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經濟發展跟物價上漲衝突的話，你寧願要抑制物價。而犧牲經濟成長，就這個意思。IMF 也這樣講哦，所以呢，戰爭如果到年終會有什麼影響？到這個年終之後會有什麼影響？那 IMF 呢都提出警告哈。那另外呢，美國財政部長見 BCC 的採訪的時候，他說呢，為了避免受伊朗的長期核彈的威脅，一點點痛苦是值得的，跟川普講的一樣啊。這算什麼啊？那另外呢，這個全球油市恐怕會先波瀾啊，那所以現在因為可以走2個禮拜嘛，那將來會怎樣？現在不知道了啊。大陸外交部說，美國就封鎖荷姆茲海峽，危險跟不道德的、不負責任的行為。那另外呢，這個習近平接見西班牙總理 Sanchez 哦，因為西班牙現在跟美國也處不好。他說呢，大陸跟西班牙都是有原則、講道義的國家，反對世界重回叢林法則。川普讓世界重回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大陸跟西班牙是反對的啊。那另外呢，這個習近平會見阿布達比王儲，提中東和平4點主張。現在看起來好像美國是世界戰亂的這個製造者，那中國反而變成和平的一個中流砥柱哈。那另外呢，前一陣子談了24小時，美國跟伊朗在巴基斯坦沒有達成協議所以呢互信薄弱，談判障礙重重我們看一下。前方冒出蕈菇雲，黎巴嫩南方地區真主黨的據點遭以色列空襲。
24小時內攻擊150個目標，真主黨拒不繳械，抵抗到底。不過，同一時間，黎巴嫩高層在華府跟以色列外交談判，這是兩國40多年來首次直接會談。This is a historic opportunity. We have to remember the Lebanese people are victims of Hezbollah. The Lebanese people are victims of Iranian aggression, and this needs to stop. 以黎能夠直接對話，也有助於進一步解決伊朗。伊朗外長公開一張在伊斯蘭馬巴德伊朗代表團準備跟美國談判的照片，封鎖荷姆茲海峽後，川普告訴《紐約郵報》，未來這2天內將重啟美伊會談。What Iran has said is that it believed that it went a long way to delivering what the United States wanted in the talks. It believ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oved the goalposts. The question, as the lead Iranian negotiator put it, was, can the United States trust Iran? 美伊雙方互信低，尤其核武分歧，是否完全消滅伊朗核設施，還是移除到他國，都還是大問題。多國協調美伊談判，習近平在北京會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布達比王儲哈利德，也提出促進中東和平4點主張。來真。我覺得每次坐在這個位置哦，討論川普的這個每一次，像記得上個禮拜我們才說他即將要提出這2個禮拜的這個停火，就沒想到講沒有多久，馬上又開始開火了。今天在這邊他接受 Fox 這個所謂的這個福斯電台的訪問的時候，你不要忘記他的口氣是用完成式、過去式，已經要結束戰爭了。那這句話其實他某種程度就是來給伊朗做最後的一個通牒。那伊朗目前來說的話，預估就是大概損失了2700億的這樣子的美金，這對伊朗來說真的是何其過去建國到現在，大家都認為是最嚴重的一次，所以它幾乎已經要瀕臨被摧毀的一個邊緣。那美國現在就是卡的一個地方，就是要你交出這個濃縮鈾的這樣子的這個權利。所以說呢，大家都說它是在於賭伊朗到底是在全部的政權的崩潰，還是在這廢除核武的這2邊要做一個選擇，而美國就是賭它一定會交出這個所謂核武的所有的相關的材料跟配備，而美國這一次的確採取的這個方式哦，也讓大家說實在的也不是太意外。你看15艘神盾艦就是鎖在這個剛剛說的荷姆斯海峽出口的咽喉點，咽喉點呢，所以它目前為止退了6艘，然後讓20艘通過。不過有一個觀察點哦，大家就在想說，這個中國方面的這個所謂的 Registry 他們這樣的這個航艦也要通過，美國到底會不會讓通過？據說他讓他闖關成功，不過呢，這個國防部他們也出來做一個否認，說沒有闖關這件事情，因為這件事情很嚴重。如果真的讓他過去的話，那表示美國他未來真的告訴你，完全掌控權在我手上。那這個部分他怎麼樣來讓大家覺得他是有決心的？那如果不讓他過的話，那這個未來這個美中之間關係到底又如何來解決？所以大家就不斷在觀看，因為川普說實在的，他 chicken out 也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不過無論如何，這一次大家都認為已經到了瀕死的一個邊緣，因為伊朗的確是受到非常大的影響，否則他不會再要求在2天之內要重新站上一個談判桌。但是美國這一方面就這麼風光嗎？大家都認為美國這一次雖然用了很多精準的打擊，然後也的確讓伊朗重挫，但是美國這一方面在他們很多不管能源，在他們最重要是對於全世界國際友邦來說的話，就是剛剛所提到叢林原則嘛，你用你的實力來取代的國際的規範。那取在國際規範當中來說的話，很多人就像習近平，他接受跟這個西班牙2個彼此之間就談定了，我們是遵守國際規則的。然後呢，他也試圖，習近平也用這個方法跟阿布達比等等的方式，大家都在預估他是否要展開這樣的一個模式，來聯合在這一次戰爭當中反美的這一群的盟邦，以便於他未來萬一在台海或在印太這個地區發生這樣的問題的時候，是否可以用這個模式來對於美國採取某種程度的制衡。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說的話，以川普來說，我也不曉得下禮拜我坐在這個地方的時候，到底戰爭已經結束沒有？從過去都說2天72小時2個禮拜，然後到現在即將2天之內，那下禮拜我們希望是真的結束了。看看這個荷姆茲海峽封鎖的情況。
Has the blockade started, sir? Yeah, started 10 o'clock. 美軍封鎖荷姆茲海峽的行動全面啟動，所有進出伊朗港口的交通全被卡得死死的。The U.S. military is conducting what may be the most dangerous and complex mission since the start of Trump's war, which is blocking all traffic entering and leaving Iranian ports. Now, right now, there could be 15 warships, including an aircraft carrier, which are part of this high-stakes oper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不止军舰、衛星、無人機通通上場，整個海域宛如戰區。不過，就在封鎖最緊繃的時刻，一艘遭美國制裁的中國郵輪竟然悄悄地穿過了荷姆茲海峽，成為海峽封鎖後第一艘成功通行的船隻。海上對峙升溫，外交戰場也同步開打。西班牙總理桑切斯公開喊話歐盟暫停和以色列的協定。Porque ante violaciones flagrantes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lo que tiene que hacer la Unión Europea es suspender su acuerdo de asociación con Israel. 這番話直接點燃以色列的怒火，尤其西班牙一個小鎮才剛剛用14公斤的火藥炸毀了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的巨型肖像。以色列怒批相關行動根本是反猶太仇恨。廖偉傑。就是說，我覺得這個川普啊，剛剛志恩委員特別提到，他真的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每次他的一個講話的一個結果都會造成整個全球的一個動盪，不管是經濟層面的，或者是說國際局勢的層面哦。所以不管是剛剛有提到，不管是叢林法則，或者是說你希望可以遵守國際的一個規範，但是我覺得川普這幾次這樣的一個作為，尤其呢面對的這個伊朗哦，不管是造成人家的一個經濟損失也好，但是呢最終到底川普他想要得到利益是什麼？所以，不管整個國際的一個經濟局勢呢，因為這樣子而動盪，然後呢，可能原物料的上漲啊等等之類的。但我還是覺得說，川普呢一樣，他用他的實力原則。但是我們這時候就要跟民進黨政府講，他即便有實力原則，他還是希望可以回到談判桌上來做所謂的談判。那一樣，反觀有時候我們看看我們現在的民進黨政府，他卻不願意談判，只希望可以做一個不管是軍備競賽的一個對抗，但是呢，不借由談判來緩和整個兩岸的一個局勢哦。所以我們有時候會常常看到這樣的一個川普跟這個國際局勢的一個狀況，來反思我們自己國內的一個情形。我說真的啊。我們不是說這個川普的這樣的一個誇張的行徑，我們應該多值得去尊敬。但是呢，我們希望說，如果這麼有實力的美國，他這樣精準的打擊，然後呢，把人家這個國家做了這麼大的一個經濟的一個摧毀跟重創，但是還是希望可以借由談判來得到他的一個國家或人民利益的同時，那我們民進黨政府又在思考些什麼？我還是認為也要借這個機會來提醒我們民進黨政府，也應該要回到談判的或是溝通的一個序列上面。休息一下再回來。好，巴西驻台灣的代表了啊，他們叫做辦事處處長，哦，叫做桑路易啊，那接受上報訪問，說呢，台灣是中國的，哦，那說怎麼這樣講呢？你是駐台代表啊，你怎麼這樣講呢？他說因為國民黨主席認同，哦，所以說那巴西何必不同調呢？哦，他說台灣很多重要人物也這樣講啊，哦，所以呢，既然這個，而且事實上。他們這些國家跟中共建交的時候，只承認世界上一個中國，就是中國大陸了。其實這100多個國家其實是這樣，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有12個邦交國，很可貴的道理也在這裡。哦，這12個承認世界只有一個中國，這個中國是中華民國，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啊。那另外呢，這個說哦，他說哦，這個巴西長期奉行一中政策，所以我們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哦，這是為什麼我們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而且大部分國家都不承認台灣是獨立的國家啊。那另外呢，這個巴西駐台代表提一中拉鄭麗文背書，陸委會說這就是民進黨擔心的後果之一啊。那另外呢，這個國民黨要設立一個小組對接中共啊，就是他們要定期化的溝通了。陸委會說會不會觸法啊？那另外呢，這個台灣的我們的外交部呼籲政治領袖不要外人有可乘之機。那另外呢，卓榮泰駁斥巴西駐台代表說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不變的事實啊。那另外呢，林楚茵說呢，巴西代表已經違反國際法，外交部應該有具體的作為啊。那另外呢，這個巴西駐台代表韓一中、林楚茵呼籲經濟反制，捍衛台灣的主權哈，那意思
巴西代表把他趕出去算了，驅逐，不歡迎你。看一下。主權的問題，我想我們外交部已經回應得很好，我們也會做必要的一些抗議，甚至我們希望能夠用這個事例來告訴全世界，台灣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不變的事實。向巴西駐台代表必須表達抗議，因為商務處長桑路易接受專訪提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多數國家也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就連國民黨主席也有持類似的看法，直言巴西為何要有不同意見？這題連你們內部都沒有共識。巴西和台灣沒有建立正式的邦交，不過在台北設有駐台商務辦事處，處長桑路易也在台工作了1年多，卻奉行的是一中原則，才會招來外交部抗議。已經以相當的成績，向這個巴西駐台的代表桑路易表達了嚴正的抗議跟關切。我們請他以後注意他的發言，而且請他注意跟重申了，依據國際法，外交代表有不干涉駐在國的業務。巴西駐台代表拉鄭麗文背書，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把問題歸咎給在野黨對台灣的主權立場。這個就是我們所擔心的一些後果。對外國人來講，他會看到說，你們台灣最大在野黨在這個問題上面到底是什麼立場？巴西駐台代表的一席話，在提起我方艱困的外交處境。那邊有。這國際現實了哈，其實實際上就大部分國家都是採取這個一中的政策原則，只是說這個一中大家都不願意特別去談是什麼樣的一個名稱。那當然，我想他是一個駐台代表的時候，他其實也不是真正跟我們有邦交國的一個關係，所以他才是一個商務辦事處嘛哈。所以我說，如果是在一個用民間組織這種角度來看的話，我覺得他去陳述巴西這個政府的外交立場，我覺得是無可厚非。那當然反思我們自己的態度，就是說，在一中原則已經模糊了這麼久的情況之下，有一個駐台的一個代表，我們一直認為說啊，你駐台代表通常會是比較對台灣比較友善的人，他還是去明白的說出這個他們的政府政策。我還想起前幾天有一個在講，就是丹麥的這個部分也是一樣哈，就是說丹麥可能在台灣已經有很多的這個商務的交流哈，商業的交流，那可是還是有丹麥的這個外交部的人員非常堅持一中的原則，那把台灣的這個旅客的這個身份護照上面去注記啊中國台灣的一部分，這個其實是很常見。那當然台灣人很多會有我覺得很多的反感了哈，但我是看法就是這樣，就是一中原則現在既然大家要談這個話，你到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這件事情，在國際社會上真正支持一中的，覺得所謂是中國的代表，其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是多數。那如果說我們自己講中華民國的時候，是要把自己放在那個一中框架之下的話，繼續遭受到這樣子的一個誤認，或是說解讀哈。我認為是台灣自己要去想想看，是不是還要繼續接受這樣的一個模糊的狀況。宜珍。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我們的國家就是中華民國哈。那當然，我們國家的這個外交處境是非常非常困難的。這個邦交國呢，已經縮小到只有12國。你看看賴清德總統，他即將要訪問史瓦蒂尼，他就是以中華民國元首的身份去訪問的。那這一次呢，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其實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以及國際的現況，兩岸關係其實就是所謂的特殊關係。所以，我們也要呼籲這個陸委會，你是不是可以翻一翻這個所謂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寫的文字、寫的論述到底是怎麼樣？民進黨呢，不能自己去自行的詮釋這個所謂兩岸的關係。如果民進黨要堅持自己的路線，覺得兩岸關係是所謂的國與國關係，是外交關係的話，那請問一下，在民進黨執政這麼久以來，為什麼陸委會跟海基會還是在存在呢？如果說民進黨要堅持自己的路線的話，那就麻煩，既然你們已經長期執政，那麻煩你們真正的去做到正名制憲，貫徹台獨。現在民進黨很簡單啊，你不願意實際上付出行動，那嘴巴上呢又說另外一套，這個就是標準的吃自助餐做政治的操作。你看到鄭麗文主席，我們國民黨的訪團到這個兩岸去做一些互動，我們就是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以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去跟中國大陸做互動，我們也獲得了有尊嚴、有規格的和平。美國各國甚至外媒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肯定。那當然，我們也看到卓榮泰院長
行政院長這樣的說話。當然，這個軍事、外交、國防是不歸行政院管的，但是呢，我們相信卓榮他也非常非常清楚，中華民國的主權何時讓渡過呢？所以國際上呢，無論是不是承認一中，也都有所謂的一中框架。民進黨呢，再不喜歡，這個也是所謂的現實。如果民進黨沒有能力改變，又不想面對的話，你何不開大門走大陸？就像剛剛偉捷議員說的，我們是不是可以盡量的讓和平從雲端變成現實？我們呢，想盡辦法去溝通、談判、交流，我想這個才是正道啊。哎，這個世選，其實剛剛前面秉佑有提到一中，這個大概就是在国際上面的現實哦，不管是一中政策、一中原則都是一樣，我們大家都知道。可是現在的問題點是什麼？是民進黨在吃這個台獨的自助餐。你要出訪的時候，賴清德是中華民國元首，中華民國，然後說我們是中華民國，這一點是這個事實，我們不容許任何的退讓。可是同時間呢，你會看到他們的內政部長說我們是台灣國，台灣國的總統怎麼樣的。所以民進黨這一套騙術在台灣已經騙了幾十年了。針對不同的議題，針對不同的事件，它可以有不同的說法。在這一次巴西的代表這件事情上面，我們看到的是什麼？看到的是，一方面民进党大力的駁斥，這個外交部出來講說，哦，相當層級的這個駁斥，我很好奇這個層級到底是什麼？你能高到哪去？第二個，同時間的陸委會梁文傑又出來抨擊說，啊，你看這個就是我們擔心的，你們鄭麗文跑到大陸去跟習近平見面，就會發生巴西這種狀況。所以他一方面又要站在執政黨的角度去批判巴西，二方面他又要站在執政黨角度去批判說，這都是你們在野黨害的。請問現在執政的到底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這是我最大的疑問嘛。所以每次發生這種國際事件的時候，民進黨自己就會人格分裂，你知道嗎？一方面又要去抨擊國際上面這個貶低我們台灣、貶低我們中華民國的國家，二方面又說，你看這個都是在野黨害的。請問在野黨到底有何能耐可以害到這種程度？第二個，我看到所有的輿論也好、側翼也好，民進黨在洗說啊，你看這個國民黨到了中國去就是賣了我們的主權，這個賣掉台灣，都回來第二天了，請問我們有發生任何事情嗎？好像似乎也沒有。所以這個騙局一而再、再而三的騙下去，我認為會不攻自破了，因為大家其實都看在眼裡。那巴西這件事情，我認為應該是不分黨派，大家都要一致對外去做抨擊。兩岸和平不代表巴西的一中，這件事情要講清楚。台灣有多元的聲音，但是我們最大的共同點是什麼？我們捍衛民主的制度，這個話講清楚就沒問題了。我真的很贊成哈，而且我很堅持主張把巴西這個處長驅逐出境，對，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否則，將來其他的這些國家可能一個都學他。如果你不處理他，民進黨也必須要處理他。民進黨已經說我們是中華民國，那為什麼是他的一省？民進黨是最介意說台灣是他的一省的，比國民黨還介意。民進黨口口聲聲我們不是一省，不是一省，不是一省，那為什麼就容忍他？第一個，他的錯在哪裡？哈，如果台灣是中國的一省，那不需要你這個處了，不需要你這個處長了，因為你已經有大使了嘛，知道這意思嗎？那難道你巴西在每一個省，大陸现在一堆省，十幾個省吧？以前我們是36省，他現在10幾個省，每一省都要設一個什麼聯絡處、辦事處嗎？沒有嘛？那為什麼在台灣設呢？就表示情況是不一樣的嘛。台灣中華民國跟大陸其他省是不同的嘛，否則你有沒有設這個處呢？你為什麼幹這個處長呢？你問他，不道理很簡單嗎？為什麼你福建不設一個處呢？山東不設一個處呢？為什麼上海市不設一個處呢？就表示是不同的嘛。否則的話不需要你啊。你只要在那個大使館下面設一個經濟組什麼組就夠了嘛？怎麼還需要你一個處長在這邊？你這個之所以有這個處長，就是因為台灣的情況很特殊，中華民國的情況很特殊，這是一個嘛。第二個，如果說真的像民進黨講的說台灣大陸一邊一國的話，那你應該叫大使啊，你不叫處長啊，不是這樣子嗎？所以你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都不合邏輯，也不合體制，亂扯一通嘛。所以一個駐台灣的這個處長。哦，這樣亂講，民進黨只是說啊，解釋一下，不行的，拿出立場來，趕走，看下一次還敢不敢，需要再回來。國民黨應該這樣主張啊。